大家好，在伦敦市区玩了2天后，我们的环英家庭游也即将启程。这次我们的团队中以中老年为主，所以就包了一辆巴士，带司机兼导游。我们将从伦敦出发，一路北上至苏格兰的天空岛，途经剑桥、约克、爱丁堡和威廉堡，然后在南下返程的时候，再打卡格拉斯哥、曼彻斯特、伯明翰和牛津。在今天的这集，我们将先看看剑桥和牛津。虽然在实际行程中，这2个目的地并不相连，但由于2个都是英国的知名大学，就想说不如放在一起，大家也可稍作比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到了剑桥了，剑桥大学。剑桥大学创建于1209年，是英语世界中仅次于牛津大学的第2古老大学。建校800多年来，培养了超过120位诺贝尔奖得主，著名科学家牛顿、达尔文、霍金等都是剑桥校友，还包含了多位英国首相和全球领导人。这边有 River Tour， 而且还是小红书最火的游船。可以自己划吗？这划船的感觉像在这边的学生一样。这个金色钟表就是剑桥的现代地标之一——科博斯钟，意为时间吞噬者。今天恰好是剑桥大学的开放日，这是一个面向潜在申请者开放校园、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特别活动，也是高中生和家长了解剑桥大学学习、生活和申请过程的好机会。对，就是这个 chapel。这是大圣玛丽教堂，剑桥的很多仪式、庆典和音乐会都在这里举行。我们要买一个那个剑桥的那个。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是剑桥大学历史最悠久、学术声誉最突出的学院之一。它以其悠久的传统、强大的医学与自然科学而闻名。斯蒂芬·霍金也曾是该学院的研究员和教师。凯斯学院因其古老、严谨、充满仪式感，而被学生戏称为最像哈利波特的学院。3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是剑桥大学最大、最有钱、学术声誉最卓著的学院之一。它的数学专业特别强，著名的 Triples 数学考试也源于此。长期以来，这里是培养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剑桥学院，一共超过了30位获得诺贝尔奖，其中包含牛顿和霍金。这里是旧神学院，是圣约翰学院的一栋历史建筑。这栋哥特复兴风格的建筑，如今是学院举办讲座、音乐会和婚礼等活动的重要场所。这里是圣凯瑟琳学院，剑桥大学中的一所中等规模学院，它以社区感强、氛围温暖而闻名。尽管今天是学校开放日，它还是允许我们这样的闲杂人等来进来拍摄，给它点个赞。不愧是学生口中最容易交朋友的学院之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去牛津看看。牛津大学成立于12世纪，是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。牛津大学拥有38个学院，培养了众多诺贝尔奖得主、首相和著名学者。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传统悠久，如法律、哲学、政治和古典文学。在我们的左边就是贝利奥尔学院，是牛津大学最古老、最具声望的学院之一。这边是牛津的科学历史博物馆。
而在它对面的就是韦斯顿图书馆，原名叫伯德利图书馆。前面是谢尔登剧院，牛津的毕业典礼就在这里举行。这座圆形的建筑就是拉德克里夫图书馆，是牛津大学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，也是英国第一座圆形图书馆建筑。这是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，它的尖塔被认为是英国最美的哥特尖塔之一。好，那现在2个英国最著名的大学城都逛完了，大家感觉有何不同呢？要我说啊，牛津感觉更城市化一点，有着悠久的政治和哲学传统，而剑桥呢更田园一些，它的数学和理工很强。你有啥想法，请在下方留言哦。